是。大门没有被撬过，卧室又这么整洁，不像是有外人进来过。你发现这家有个特点吗？特点？不管什么东西都是一对儿。浪漫。也许不只是浪漫。哎，陈队，这位就是报案人。我是房主，是我报的案。那姑娘叫李丽，刚搬进来那天，我跟她见过一面，特热情一人，一见面就赵哥赵哥的叫。昨天她打电话给我，要跟我商量商量，在西边窗户那儿做个遮阳棚。李丽什么时候租的房？这房子不是她跟我租的，要是她租，我才不租呢。2000年才买的那房，那么好的地界，3居一月我就能租3000，那是我的投资啊！这下子成什么了？凶宅，谁敢住？谁敢租？我呀，后悔的就差跳楼了。那人是谁啊？张小阳。喂，叶玲，你们在哪儿？我们在赛德公司，这儿的财务部长被害，你马上过来。明白。这怎么回事？杀人了！死人了！别推我！出什么事了？听说是杀人了。哎，快进吧。李景兰说死亡时间大概是12点左右。停。车牌号是多少？看不清了。那车好像是广马。对不起，我打听一下，这个公司有叫张小阳的吗？你找他干什么呀？张小阳，王小光，哎，你看见陈斌了吗？哦，他刚走。那你告诉他，他送来那个叫李丽的女人身上一共中了4刀，脖子上主动脉那刀是致命的，没有性侵犯。哦，指纹我已经存过了，你可以随时在电脑上提。够快的。Very easy。哎，对了，这些指纹都不是在客厅采的，
指纹只有死者和一个男的，我估计是跟他同居的。客厅里没有任何指纹。看看去吧。好。帮我搬把梯子来。以你的经济实力，不可能租得起1个月3000块钱的3居室，而且一租就是半年。那钱是谁出的？这我不能说。昨天晚上10点到12点之间，你在哪儿？出什么事儿了？回答问题。回家了，我和我媳妇儿在一起看电视来着，她能给我作证。昨天晚上几点下的雨？不到10点吧。打雷的时候，我媳妇让我关电视来着，我没听她的，还和她吵了几句。不对，下雨之后你动过车。不可能啊！昨晚上我把钥匙留给王总了。这么说，那个房子也是你替王总租的？李丽出事了。冰冰很敬业，人又聪明，是个不错的会计。唉，不知什么人会下次毒手。请进。公司出纳，李月，你汇报吧。哦，龚经理，请您先回避一下。啊。是这样的，保险柜丢了近3万元现金，文件柜里丢了近3个月的账本。小偷不可能偷账本啊！许冰冰平时都跟什么人来往？她有男朋友吗？正式交往的没有，不过追她的男孩挺多的，她好像也挺不在乎的。昨天晚上他去哪儿了？你知道吗？去吃饭了吧？不过和谁吃我不知道，电话是内线打来的。凭什么去我们追问？他们有权利吗？听说还要检查我们每个人的电脑呢。那绝对不行。我们要看他们搜查证。对，就是非法。不像话了。对，我犯不着跟你们撒谎，我真喝多了。昨天晚上在新丰大酒店请几个山东来的客户，那通喝呀，嗨，我真服了他们了。9点钟回的办公室，吐的沙发下面全是。早晨刚叫人收拾的。醉成那样，司机张小阳还敢把钥匙留给您啊？啊，可能他觉得我醒了会用车，我一觉到了早上8点，现在头还疼呢。你太太经常来公司吗？不。那这儿的一切都是按李丽的意思布置的。麻烦你跟林警官去抽个血。
好吧。陈警官，这事能不公开吗？我想，如果你说实话，会得到法律的正当保护。只要不让我太太知道就行。她住院呢，刚做完肾结石手术。我知道。这个车钥匙是你主动留下的，还是王天浩让你留的？我自己留给他的。平时晚上他自己开回家。他喝多了，你不知道吗？平时他还能喝点酒，我不骗你。昨儿他是真喝高了，不信您问我们保安队长，他帮我扶王总上楼来着。没错，王总自己都走不了道了，一宿没挪窝。昨天谁值班？是我。有人动过这车吗？哎，报告，我动了，我正学车呢。正好练了一把，不过走了半截，正赶上下雨，我还真怕出事儿。看不出来你还挺爱车的。没辙嘛，不是，给人家当司机就得听人家的。要我一大老爷们儿。李丽常坐这车？他以前给王总当秘书的时候一直用这车，现在不用上班了，王总又送了他一辆 Polo， 所以一直没用。可是王总的事儿都得按他的意思办，他不让动，我哪敢动？除了王天浩，他还经常和谁来往？没什么人了。他这人家住外地，不过挺重感情的，爱王总爱得死去活来的。女朋友呢？那可多了，这关系最好的要数黄大脑。赵鑫，你们那案子的血检报告出来了，王天浩血液里的酒精浓度严重超标，基本上排除了作案的可能。门口那半个足迹呢？是42码的，踩在水里的皮鞋，右脚前脚掌往门里走了，现在正在跟有关涉案人员的进行比对。其他房间也只有王天浩和李丽的指纹。喂，陈队，报告出来了。好，我知道。你看看移动局的电话记录传过来没？啊，您稍等。刚传过来。好，我知道了。陈警官，这位就是黄娜娜。请走。那我先走了。听说李丽是你最好的女朋友。哦，是。你最后一次看见她是什么时候？昨天中午我吃完午饭去找她，我们一起逛街，买东西，一直到晚上7点。我们一起吃的晚饭，他请的客。之后，他就把我们放到西海，他就走了。你们？哦，是他给我介绍的男朋友，叫江华，是我们公司的建筑设计师。昨天是头一回，我们单独出去，也不知道去哪儿好。李丽姐就帮我们选了个酒吧，一直坐到半夜1点。李丽最近和别的男人交往过吗？没有。李丽姐特别爱王总，她从来也没想象要拆散王总的家庭。她只要得到王总的心就够了。还得到了房子和车。那你可就误解他了。那些东西都是王总给他的，他不想要，可都买了租了，他能怎么着？他真不是那种人。彭小刚是谁？是我们公司的工程师。
他和李丽什么关系？没有关系啊。可是昨天下午4点，他们通过电话，按你刚才所说的，当时你就在李丽身边，对吧？昨天那个电话是我打给他的，当时我手机没电了，我就借李丽姐手机打的。那你和彭小刚什么关系啊？他是我以前男朋友。能说一说你们当时都谈了什么吗？也没什么，他不同意我去见江华，在电话里劝了我半天。宋队，这是你送那个尸检报告。颅骨为钝器所伤，初步鉴定为生铁器类，比如锤子、榔头、钳子一类。指纹比对还得多久？不知道。 68枚，没辙，面对高科技，只能用笨办法。现场完全破坏了，除了有撬痕之外，其他的全擦干净了。这枚指纹还是叶玲在一个探头上发现的。不是说探头全是摆设吗？那是大楼的，这个是在案发现场发现的，正对着许冰冰的那个桌子。那就是说。 有人特意为许冰冰安了个探头，而且是无线的，有意思。这么精巧的高科技产品，估计不会大批量生产。你们都在这儿呢。叶玲，我终于知道这个530是什么意思，就是530线水平解像度，真够精密的。咱们队里的摄像机也就是这么高的线数。 要是说他要是能拍下什么东西的话，比 VCD 还要清晰。马上调查什么地方出的，产量多大，销往何处。刀具是昨天下午5点37分在华联超市买的，丢失的那把是剔骨刀，就是这种。如果说王天浩或者不管是谁蓄意杀人，一般情况会是自带凶器的。李丽身边这些直接关系人咱们都排查了，居然一点线索也没有。我还是觉得王天浩有问题，他是怕老婆知道李丽的事，为堵李丽的嘴而杀人灭口。这是许冰冰家所在小区的安全监控录像。这个女的就是许冰冰。 这个男的叫刘健，是赛德公司的博士。这个人我已经问过话了，有人证，但是没有作案时间。约许冰冰吃饭的电话就是他打的。你再接着看。才6分钟，这么快就出来了，还冒着雨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他是没带钥匙进不了家门，所以他就回办公室找钥匙。我找陈警官。 跟我来吧。我感觉这件事儿是熟人干的。知道李丽家住处的人不多，常去的只有我跟王总。我觉得王总很值得怀疑。你们想啊，王总说他喝醉了，可醉有真醉，也有假装啊。
王总在建筑口干了20几年，什么酒没喝过？晚饭醉酒是假醉，做完了案回到办公室再喝才是真醉。第2天抽血化验，当然有酒精了。我记得上次你跟我说他们的关系还可以，杀人要有动机。你觉得是什么让王天浩非杀李丽不可呢？听李丽姐说，王总最近老是躲着他，我劝李丽姐想开点儿。王总妻子要做手术，他去医院照顾也是应该的。我觉得王总还是怕他老婆知道。王天浩有没有和你谈过李丽？王总今天找过我，说让我少说话，少去找他。你先上班，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。可公司里都在议论着呢。娜娜，别说今天见过我，以后少到我这儿来，有什么事打我手机。最近感觉怎么样？好多了啊，哈哈。啊哈哈，多吃点好的，别疼钱啊。那边有人先去找你。好，哎，麻烦你照顾一下我妻子啊。好的，谢谢。传过来了。杨平，这是我们的指纹比对系统得出的结论，证明你的指纹跟丝装摄像头的指纹完全一致。你听清楚了吗？杨平，你知不知道丝装摄像头是违法的？啊？这公共场所安装摄像头是为了公共安全，而在其他场所私自安装，就是对他人人格的不尊重。就是侵犯了他人人格的尊严，你懂不懂你啊？研究生啊你！龚经理，请您先回避一下。司警官，除了杨平的电脑，其他人的电脑，我们只看我们该看的东西。密码 I7L7O2V1E4X。你删得倒干净啊！杨平，你是在这儿说呢，还是跟我们回去说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的密码直译过来就是“我爱 X”， 中间的数字是这个人的生日 ，X 就是许冰冰吧？你很爱你太太呀？哈，说爱有点那个。结婚这么多年，谈不上了，更多的是亲情。这一点你很诚实。那李丽呢？你爱她吗？咱们都是男人，你也信我，我爱她。你们好了多久了？1年多了吧。关系一直都不错。哎，两人在一起哪有勺子不碰锅沿的？你跟他闹别扭了？没有啊。最近这2个星期，你和李丽一共通话才2次，这不对啊。最近我夫人不是住院了吗？你忙家里的事儿，没机会和李丽见面，通话应该更多才对啊。不是还有座机吗？
我刚才还夸你诚实，你跑医院把座机也背在身上了。这些都是我给他拍的。那许冰冰知道吗？你为什么不让她知道你爱她？她怎么会看上我呢？昨天晚上录了吗？说。没有，昨晚没有。不可能。平常录了那么多没用的，关键时候。你那个探头不带红外也是。我是想买带红外的，可卖东西说这是新出的，比红外看得还清楚，只要城市夜晚的散射光和月光就行。狗屎！你跟我说谎了。你如果真的那么爱李丽，你会变得这么快吗？你想摆脱她，对吧？他处处管着我，长这么大，没人敢这么管着我，我受不了。女人这种爱，我真没辙了。不过，我绝不会杀他。他对周围的人也是这样。他对谁都想管，公司里的人都躲着他，都跟我提意见，我才想办法不让他干秘书。现在的秘书是黄娜娜，对吧？嗯，黄娜娜就是他安排在我身边的。啊，是吗？什么时候？下午。啊，用旧探头拍的。你能不能传过来啊？好。哎，小光，把电子邮箱给他。好。哎，杨平，你记一下啊 ，yxj110.com.cn， 对。我有罪，李丽姐的死是我造成的。你慢慢说。本来那天我是想到李丽姐家住的，都是我不好，我不该生她的气。我要是到她那儿住的话，她就不会死了。怎么你们俩吵架了？啊！他给我介绍的江华，本来我是不同意的，可是他一个劲儿的在我面前说江华是如何如何的与众不同。那天晚上，他撮合我跟江华正式约会，可我去了，我才知道，原来江华跟李丽好过。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？江华前年大学毕业来到我们公司，一来就追李丽。我跟李丽这么铁，他却把他不要的男朋友介绍给我，那我成什么了？我去找他问个明白，可是他反而要挟我说，如果我要不跟江华，他就不让我在总经理秘书这个位置上干下去。于是你就在电话里跟他吵了架。对，
但我没当着江华吵，我是自己跑到公用电话给李丽打的座机。几点？9点半多。我从来没跟他拌过嘴。那天我话说重了，李丽姐骂了我，我也骂了她。想想真后悔。她一直对我像亲姐姐。这么说，那天晚上你不是半夜1点才跟江华分的手？对，是江华让我这么说的。他不想把他自己卷进来。江华知道李丽新家的地址吗？反正他们2个人好过。在江华这件事儿上，李丽一直没跟我说实话。我这儿有你上次的笔录，今天你说的话也都记录在案了。我想提醒你，向警方提供伪证是要负法律责任的。我再问你一遍，你今天说的话都是实话吗？是实话。好，你可以走了。我想问一句，李丽姐是让刀刺死的吗？你说呢？我怕是用刀。那些刀是我让李丽姐买的，她原来的刀坏了，本来她是想买把菜刀的，可我劝她说，厨房装修这么好，干嘛不用些西式刀具呢？好好的，她平时又不常做饭，买那么多刀干嘛呀？我真是造孽呀！我买刀的事儿还有别人知道吗？就我一个。手上拿的什么东西？看不太清楚，局部放大。哎，倒回去，刚才闪了一下。画面太暗了，有没有办法？我用剪像软件试一下。陈队，都凉了吧？要加热吗？不用，谢谢。江华我调查过了，有人证，没有作案时间。这个黄娜呢，上次推出了王天浩，这次又引出了江华，有点意思啊。我觉得黄娜娜是个特别没主见的人，很容易盲从，别人说什么她就信什么。可这种人又很容易被别人精神控制。你看这刚半天的时间，反复无常的。我总觉得这黄娜娜背后好像有一个什么人。她那个男朋友你查过了吗？男朋友？啊，彭小刚。彭小刚真的会他女朋友去了？这不门都锁了吗？是黄娜娜吗？是。就是他了。
干嘛呀？吓死我了，门都不关。小刚，我怎么办？怎么办啊？怎么办呢？别担心，有我保护你，王天浩威胁不了你，你现在很安全啊。真的是王天浩吗？我按照你说的都跟警察说了，那警察为什么不抓他？警察没找到证据呗。警察最关心的是凶器，他们一旦找到杀死黎黎的剔骨刀之后，肯定能定王天浩的罪。对，对，要找到凶器。对。怎么了？嗯？你怎么知道杀死李丽的凶器是剔骨刀？娜娜，你别跑！娜娜，你别跑！你别跑！听我说！救命！放开我！救命！啊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救命！救命！别动！徐冰冰帮我挪了公司的500万，我拿去给我老婆的公司做周转，没成想这一去就回不来了。审计署下周要来审计，冰冰催我催得急，她说她承担不起这个责任。我就想了偷会计师的法子。那天我知道刘健要请冰冰吃饭，我就拿了冰冰的钥匙。谁知道他会回来？他不该回来。黎黎她变着法的拆散我跟黄娜娜，她不让我跟娜娜好，还给她介绍男朋友。她说过，一定得给她找个好的，一个不行就2个，2个不行就3个。反正她就是看不上我。那你就杀人呐！她让黄娜娜骗我，娜娜说晚上住她那儿，其实她是跟别人约会去了。我找娜娜，黎黎她不但不告诉我实情，她还笑我是一根筋，而且还拿桌上切西瓜的刀说要修理我。那把刀呢？刀？带走吧。
凶器怎么办啊？拆楼啊？办法总会有的。请记得订阅频道，请记得在影片下方帮我们留言、按赞、分享。